前3个季度的这个进出口数据公布了以后有一个数据比较突出，进口煤炭增加了9.5%。那么进口煤炭这个事儿，很多人都把它忽视了。其实中国从2008年开始，已经变成一个煤炭的纯进口国。说起来很可笑。中国是一个煤炭大国，应该算是，无论是从储量还是从产量，其实都很大。而且中国也是用煤炭用的比较厉害的一个国家，在全球排名始终是数1数2的。应该来说，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一次性使用一次性能源这个占比非常高。很多国家开始推崇这个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但是中国这一块做的始终不是很理想。那么作为一个煤炭生产大国、消费大国，为什么会转变成煤炭进口大国呢？通常很难理解，是吧？其实主要是2个方面，最主要的是政治方面。因为中国在全世界开始进入贸易体系以后，老是出口给别人，不进口东西说不过去。那么相应的这种，为了减少贸易顺差，中国向许多国家进口煤炭，其中我们看到的有一些是属于拉动这个贸易额的，比如说俄罗斯中俄贸易有一部分，它除了石油、天然气以外就是煤炭。那么有一些纯粹是经济利益的，你比如说印尼，甚至中国从南美也进口了煤炭。当然了，中国也进口美国煤炭，是吧？很多人知道美国是一个农产品生产的大国因为中国向它进口大豆，所以很多人都知道中国进口美国的农产品，一提到农产品就是大豆。其实美国的煤炭行业原先也是很好的，只不过最近几年开始出现变化了，对吧？产量和消耗的数量都下降了1/4左右，所以在美国有一些原先以煤炭生产为主的州也开始寻求出口。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煤炭出口，仅仅从进口国来看，有好几种类型，但是从本国内部来看，其实也有一个啼笑皆非的事情：运输。中国最大的问题在物流业。中国的坑口煤即便跟进口的有一些差别，但主要的差别不在大卡上，这个方面跟人家差不了多少。含硫量确实有问题这个是不太好改的，因为全国的这个煤炭含硫量都比较高应该来说在燃煤、动力煤上还行，但是如果在冶金行业或者重工业制造的时候，中国生产的煤确实质量有问题，不如进口的煤。但中国进口的不仅仅是相对比较高档的煤，普通的动力煤、电煤、家用取暖的这种褐煤其实也在进口。这个问题就反映在坑口价和到终端销售的价格中间竟然有70%浪费在物流环节中。那坑口价比如说100多块钱1吨的，
或者说200块钱一吨的，基本上运到用煤单位都在500左右了。而且中国的煤炭分布其实跟中国的工业发展相差很大。我们都知道东北老的工业基地有煤，那么西北它有煤，它没有什么工业。那么中国的工业，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来发展的出口外向型这些企业，它要用电，它要用煤，那它又没有煤，它要从东部、从西部要运过来。中国整个交通运输的干线其实没有完成，尤其是关于运煤这一块，无论是超载的这些运煤车造成的事故，是吧？还是中国用于能源输送的这些主干动脉，其实到目前为止都还没修完。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坑口煤价并不高，但是运到东部，尤其是东南沿海，几乎不可能，成本太高了，没有任何竞争力。别说中国出口煤这块的问题了，原先中国一直在韩国、日本都还有一定的竞争能力，现在也不如别人了，因为你能够用合理的价格输送过去的煤，质量不如人家，那么质量稍微好一点的，在本国的运输环节增加的费用就太高了。我们经常看到其他国家向中国输送煤炭的时候，直接在码头装船运到中国的价格，比中国煤矿运到用电单位的价格更低。其实很多时候，中国主要的问题就出在运费上。同样的一吨煤，从中国的煤矿运到东部需要用电的这些单位，路上的费用可能要超过300块人民币，而同样的一吨煤从美国运到中国，运到东部沿海的这些口岸，运费才合的人民币150块。但是好就好在呢，中国用煤这一块呢，其实不用过多的考虑。虽然说中国成为一个煤炭纯进口国已经有10年了，但是随时可以取消这一项。一来呢，中国发展内需的过程中，它无论说解决经济下行的问题还是怎么样，都已经在考虑到用基建来拉动自身的经济，保证体内循环。那么也就意味着最近几年在公路、铁路这个方面投入的力度相当强，除了资金投入以外，正好失业的工人没地方可去，不是说这个问题内部解决不了。如果说与外部出现真实的问题，而且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在这个情况下，中共一定会切断从国外进口的这些煤炭。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个类似于环保的要求，那么许多发电厂用煤单位涉及到这个能源尽可能要清洁，所以它本能的就抵触中国自身所生产的这些煤炭。其实我们知道，在运输的过程中也存在污染。前几年就闹过一次俄罗斯运往中国的煤炭，俄罗斯就提出来，你在我这儿建电厂，发电了以后把电力输向中国，因为你在运输的过程中会带来污染嘛。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类的进口中，其实运输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大。在中国范围内，我们的运输成本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正常的国家一般不会超过10%，中国不管你运什么东西，物流的成本都会超过10%，
甚至最高能达到70%，这是一个很可笑的事件。内部的交通干线正在加快力度的建设，但是所有的建设我们都能看到一些不祥的影子。前两天说广州挖地铁挖塌了，是吧？造成了一些悲剧。其实悲剧不在事故本身，而在于处理的过程中泯灭人性的做法。其实还有一个隐患是大家都能看得到的，经常出现的建筑灾难。一座桥莫名其妙的就塌了。我经常说，在建的桥自己在通车之前塌了，这都属于比较有良心的，是吧？有良心的塌了。所以中国今天能够让人们感觉到的解决物流问题的这种可能好像不是很理想，今后也不会很理想。那么唯一我们能预测到的就是中国所有在北方已经建立的煤化工就已经做好了不进口，不是不进口煤，连石油都不进口，完全靠煤来进行煤制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德国的科隆以外，可能就是鄂尔多斯的煤制油实验室还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他们在研究的不是如何能降低煤制油的成本，能不能低到比石油提炼柴油、汽油更廉价，而是在中国因为外汇短缺无法达成能源进口的情况下，用本国的煤炭资源来替代进口。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尤其是针对一些需要达到贸易平衡的国家，去用外汇来换回煤炭，保障东部沿海地区用电或者环保的这些要求，极有可能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创汇能力的削弱，自然就会取消了。所以今天看到的这个煤炭进口大国，或者说2019年前3季度煤炭进口增加这么多，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必要去惊讶它，因为这种做法本身主要是政治上环节上的，而不是经济的需要。单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没有几个电厂，或者说中国的电网是由私营企业、由私人公司单纯从利益上来考虑就能做出决定的。更多的例子是中国的风电，中国的风电有很多没有被并入电网，生物质燃料、再生能源的使用也被提倡过，但是电网并不需要它。因为无论风电还是太阳能、生物质，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装点门面的。中国真正能永久依靠的始终是煤，因为你缺油。从大庆的产量降低以后，中国就没有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大油田。那么未来大量的使用煤，自循环以后不再进口煤，都是有可能的，或者说最有可能的选项。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中国出现空气质量或许会出现好转，不是因为更加环保了，而是因为开工的工厂越来越少了。当真的达到一个临界点，能够在国际社会换取的外汇不足以支付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的时候，在进口石油、天然气、
减少的情况下，煤会是非常迅速的切断进口的一次性能源。好了，谢谢大家，再见。